未来的国际争霸离不开航母，而如何对航母实行有效打击，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。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应对航母的有效手段，那么别国的航母就敢直接开到你家门口。就像几十年前，美国航母在我国近海耀武扬威。那么美国现在的航母，其战斗力如何了呢？我国最强的东风系列导弹能够击沉美国的航母吗？今天大军就和大家探讨一下我国的导弹打航母的能力。目前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国家并不多，美、俄、中、英、法、印、意、西、巴西、泰国，算上日本也才11个国家，有能力自己建造的更是少之又少了。在这些国家中，美国的航母可以说是独一档的存在，代表着世界上最顶级的航母力量。那么，美国如今最强大的航母是哪个呢？2017年7月22日，美国首艘福特级航母正式交付美国海军，该机第2艘也将于2022年交付。至2058年，美国海军将服役至少10艘福特级航母，这是美国最顶级的海上力量。那么，美国福特级航母的实力如何呢？其实严格意义上讲，福特级并非是完全从零开始的全新设计，而是以上一代尼米兹级作为蓝本的深度升级版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控制成本以及验证技术成熟度，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航母已经逐渐进化到中级阶段，很难有颠覆性设计出现了。就航母外形而言，当前的斜角甲板是最有利于喷气舰载机起降的方案，因此无论是使用弹射起飞方式的美国航母，还是滑跃起飞的俄罗斯和中国航母，都采用了斜角甲板的设计。虽然在很多方面只是做了升级，但福特级的高效和强大毋庸置疑。即便在减少了1100名舰员的情况下，其舰载机放飞能力依然比前辈尼米兹级高出25%。全新设计的动力系统也让航母动力部门的编制减少一半，而且第3代核动力反应堆燃料一次可以使用25年，省掉了检修舰船内管道等非常麻烦的步骤。由于不用担心动力不足，核动力航母可以保持高速航行。从美国的加州海边杀到台湾海峡，核动力航母比常规动力航母要快2-3天的时间。福特级航母的配置的确很强，那它的防御能力如何呢？虽然我们总说航母是以主动进攻来形成主动防御，但它自身的防护能力也是不容小觑。福特级航母的防御分为舰载机联队和航母本身2部分。一个舰载机联队包括1到2艘宙斯盾导弹巡洋舰进行防空，同时携带战斧反水面舰艇攻击；2到3艘导弹驱逐舰进行反敌方战机和反潜防御；1到2艘攻击型潜艇也用来进行反潜保护。随着 SM-6 导弹的入列，现在它的反卫星和反弹道导弹防卫系统更延展至大气层以外。除了舰载机联队的防御，还有航母本身的硬防护。要知道，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就达到了10万吨，造价达45亿美元，而福特级航母则更加夸张，它的满载排水量达到11万2千吨，长度达到了337米，造价130多亿美元，相当于3艘尼米兹级航母。除了大之外，它的舰体采取了模块化重隔离，建造的十分坚固和厚，并且设计了反鱼雷空间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即便它被一枚鱼雷命中，反鱼雷外层龙骨会分散能量，最多会在底部冒起一个大水泡，让它向上抬起，然后重新落回海里。另外，航母在吃水线以下的船体是双壳，外层船体可以吸收绝大部分破坏的能量，在遭受导弹或者炸弹攻击的情形下，你需要能够穿透外层护甲并打穿多层隔断，才能让足够的海水涌入船体，让它沉没。如果不用核武器，这在实战中是很难做到的。以79724吨小鹰级航母为例，在2005年进行的一项试验中，美国海军以多种方式测试了航母的生存能力。他们在船上的一些重要区域放置了炸药，并对其进行了不断的攻击。最后，这艘航母扛了25天才沉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测试是在无人操纵的情况下进行的。有人操纵和无人操纵的航母完全是2个概念。比如在太平洋战争中，
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多次被日本海军严重命中损害，但每一次美军船员都对它进行了及时的临时修复。而日本航母即使在被4枚鱼雷击毁以后，仍然命令航母保持高速行驶，最终导致航母自取灭亡。而且移动中的航母再加上周围舰队的保护，想要在战争中将航母击败，可以说非常困难。当然，我们也要理解，毕竟美军花费130多亿美元建造的航母，让你几个导弹就给炸毁，那发展航母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聊完了美国的航母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东风系列导弹。我们现在所说的东风导弹，一般是指东风 2D。我们在演练向各地试射的时候，就是用它们来震慑周围的宵小之徒。比如在2020年8月26日，我国发射的4枚中程弹道导弹中，就有从浙江方向发射的东风 21D 弹道导弹，其射程在1800公里左右，属于中程导弹。当然，我国也有洲际导弹，东风41洲际导弹其射程就达到12000公里，可以说是在地球上可以完美做到指哪打哪。那么我们的东风系列导弹有什么优势呢？东风系列导弹具备极为精确的制导能力，东风 21D 采用了雷达主动制导和雷达成像匹配作为末制导技术，加上北斗卫星的配合，精确率大大提升，足以保证准确命中航母。东风导弹还具有更强大的突防能力，可以规避航母远程防空导弹拦截。我们已经知道，航母周围有很多防御舰队，在舰队的阻拦下，大部分攻击都将被拦截。为了克服航母远程防空导弹的中段反导拦截，东风 21D 通过机动变轨和末端导弹微调控制能力，改变原来有规律的弹道，从而让敌方反导探测系统无法预测和推算导弹的飞行弹道，以达到规避拦截的目的。当然，我们的东风导弹也不能100%命中，毕竟美国的防御系统十分强大。但要知道，只要有1%的几率能够命中目标，美国就不敢冒这个险。美国近年来之所以不敢来到我国的近海地区，就是因为我们东风系列的威慑作用。每每想到这里，就不禁想要致敬钱学森。如果不是钱老先生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我国的东风导弹系列打下基础，我们的海防还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建立。说到这里，我们的东风导弹威力到底如何呢？能不能击沉美国航母呢？其实导弹的威力和它所携带的弹头有关，但由于我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，因此战争初期我们只能使用常规弹头。常规弹头能击沉美国航母吗？这里可以说几乎不可能。一般来说，航母的装甲基本上是世界最为顶级的装甲，尤其是航母的弹药库、发动机舱等等地区，都是采用世界最先进的防护。就算我们能够击穿一部分装甲，航母也有好几层密封舱，很难达到击沉的目的。就算我们采用饱和式攻击，有几枚导弹穿过了美军的拦截，击中了航母本体，但也很难对其造成致命伤害。尤其是航母水线以下的部分，其装甲和设计更是做到了极致。但这并不是说非核弹头的导弹就没有作用，因为美军航母的甲板出于飞机起降和保护舰体稳定的原因，就设计的相对薄弱，而且这里作为飞机起降之地，又集中了舰岛、弹射器、助降系统等关键设施，因此这里一旦受到攻击，就能让航母直接失去作战能力。虽然这样依然无法将航母击沉，但却也等于给了航母致命的打击，使其成为海上的铁砖头，使其由原本的进攻大杀器变成需要紧急护送撤离的累赘。其实现代战争打的就是科技和财力，谁的科技树点得高，谁有更多的金钱，谁就能让胜利的天平倒向他那边。美军的航母造价130多亿美元，我们的东风导弹造价同样也非常昂贵。有网友曾经做过细致的推算，东风导弹造价约为8800万元人民币左右。虽然没有网传的10亿那么夸张，但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如果按照饱和式攻击去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，按照1%的几率，就需要88亿人民币，而且这些钱射出去就消失了，而美国的航母还可以修复，因此实际上两边都没有占便宜。为什么近代美国只欺负一些小国，而不和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开战呢？
就是因为美国虽强，但也打不起这些狂烧钱的战争。其实，相对于建造航空母舰，对于无心争霸的国家来说，还是发展导弹性价比更高。毕竟，提升导弹所需要的费用和技术，可比建造一个航母舰队要容易得多。我国之所以要建造航空母舰，就是为了维护我国外海贸易，打造一个航母的和平之师。好了，关于美国航母和我们的东风导弹，大军就先说到这里。大家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